我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以后，可能大家都有很多疑问，这个房子究竟有多大的面积？其实呢，我们一开始想的是，它房间有多大就是买多大。但是，他们上来的时候，卖房子的主人家说这个房子，里面的使用面积都是他们的，但是他们又找了隔壁的人来，他们说这个不是这样的，有一半是他们的。对，那个分界线的问题要给他弄清楚。他说，分界线在房间以内也有一半是他们的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农村房子其实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纠纷。为了避免这些纠纷呢，今天他们把左邻右舍的邻居都找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买这个房子，一开始我们想的是，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我们买过来都是我们的，但是呢，隔壁的邻居说，因为这旁边是别人家的嘛，这里才是他的。但是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，他说，让那个屋檐下来都是这边的，这边就到时候我们这边买了之后就不能使用这个屋檐。但是人家这户主人家说，他说当初老人家分房的时候，这里是分给他们的，因为他们是几个兄弟嘛，是这样的。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说我们这边我们买家就吃亏一点，就在这里让出50公分来，送给他们，就这样的。它原本的分界线是这个柱子，这颗柱子是它的分界线，然后你们看里面就知道了。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话，它这个柱子就是一个板面，就相当于墙壁，就在那颗柱子那里。然后里面的使用空间都是卖给我们这户主人的。然后后面因为上面它的那个屋檐是打到这个房间，打到这里这个位置的。然后就差不多，他说，屋檐的部分都算他们的，所以农村的房子真的太复杂了。因为他们几户人家都相当于是一个老人家嘛，然后当初建房子的时候也没有考虑那么多，所以说这个分界线不明确，就导致后面有这些问题的存在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想跟他们争论这个问题，我们说，我们买这个反正也不是为了用来盖房，我们。到时候是我们这边地宽一点，能修个厕所，能修个卫生间就可以了。多出来大一点，那就送给他们吧。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？就是让他3尺又何妨，是吧？对，其实这样的问题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道理。像他们家说是他们的，其实也有道理，因为他们的那个屋檐已经盖到这里来了。如果他们家说是他们家的，也有道理，因为他的屋里面使用面积就是他们的。所以这两个问题确实有一点。不好分出来，然后我们在那里谈了一下，就在这里分出一半是他们的，一半是这边房主的。然后在这里打了一个记，然后我们用斧头砍了一个标记，以后我们砌墙的话就往这里直通上去就可以了。对，把这里留出50公分，因为这里大概没有1米。然后我们就让它50公分了，那边过来50公分，这边过去50公分嘛，然后就在中间的位置做了一个标记，到时候我们切墙就挨着这个标记给它切墙切起来，然后中间就把它留出来，其他的这边就是我们的使用空间了。像这样的话，我们买这个地可能就只有40个平方左右了。对，本来它这个房子它的使用面积就不大。然后现在又分出可能有10几个平方吧，然后分出来的话就，使用面积又更少了。对，像这样一直拉进去，就我这里一直到里面去，这么多让出来。对，它不仅只有这里屋檐的位置是分出一半，它是一直延伸到后面那里都是给它让出来的。这里也没有多少平方，因为他们以前分房子的时候没有分清楚，然后老人家也没有跟他们说清楚，所以导致现在的这些问题不断的浮现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说，虽然这里让出来这么多，但是我们因为砌房子的话，也不能往这里砌，
这下面可以站，但是上面不能。他说那些我不能动它的。对，只要他的这个房子没有倒塌，上面就永远是他的。我们切房子也只能切到上面的位置，然后也不能碰到他的那个。他说可以站地基，但是不能站到上面。像这里这个院子呢就很窄了，只有这么宽一点。往这里上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了。然后到卧营后面来了，就是这个后阳沟。这个后阳沟它以前也是有问题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买下来，也是为了避免以后有纠纷。这里到底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，根本就说不清楚。因为我说是我们的啦，人家他们的屋檐是打在这里的，刚才打在我们墙这里，说是他们的啦。然后这里又有一个边界，所以说这些都是搞不懂的。我们花这个钱呀，不仅是为了买房子，而且也是为了买一个安心。不然像旁边一样，我们没有把旁边的那些有纠纷的地买下来，然后就整天找我们扯皮。这个房子已经快塌掉了。现在把这个房子买下了过后，就不用担心这里的纠纷问题了。对，现在就是这里嘛。这户人家就是最喜欢跟我们争这个边界。今天也是找他来一起看了这个边界的问题。他说这里往这里细过去，这里都是他的。我说这个是你的，我们说清楚就好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来争论这个问题了。对，以后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也会把分界线给他弄清楚，他们的就是他们的，我们就是我们的。对，把这些矛盾解决了，就不用再来争论这些问题了。对，这里的话，它这个石头是分界线，但是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里面它有一个石头。宝坎切在那里的，到时候他说把那个宝坎给它拉直出来，估计是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这里呢，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是他们的。他本来说的是这里是分界线，然后到时候把它拉直吧，拉直了过后，其他的部分就是我们的，然后拉直这边的部分就算他们的吧。其实我们买这个房子一开始主要就是因为要修路过来，因为这户人家说了嘛，你们只要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后，他们就同意我们把路往这里修过来，就是免费无偿的，让我们占他们那边的宅基地，然后就可以把路通到我们自己家门口，然后以后我们有3轮车啊、摩托车都可以开过来。既然我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整体的规划。可以修2个厕所在后面，到时候房间里面就可以直接到这后面来上厕所，然后也可以修一个楼梯间到2楼，就不用占我们里面的面积了，因为楼梯间它是比较占面积的。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后面甩，也可以修一个现代的厨房在这后面，是吧？在它没倒之前，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固，就怕它塌下来以后就不让修了。对。这个房子没有卖给我们之前啊，我们就是堆了很多柴在里面。这户人家他是很好的，像其他人的话，他肯定不愿意让你堆这些柴。看，这是我们最初堆的，堆了这么多，我们烧几年都烧不完。这个房间其实它不大，放一张床后就感觉没有什么面积了，感觉随时都要塌的样子。这些已经是掉下来的这些楼佛。大家看。这瓦檐都已经千疮百孔了。这个房间里面的柴是我们后面才堆的，一开始以为他要修路要往这里过，他就把这些柴全都收在这里面了。他们以前几户人家，他这些房子都是互通的，你看那里有个门，就是说那个屋檐是他们家那个户人家的。我们修房子了以后，肯定他就没办法我们这里面进了。其实这些问题都是老一辈的人遗留下来的。以前的人，总感觉一户，都是一家人不会分家，然后就把房子设计成了这样。你看，这是3户人家的房子，然后就有这些问题存在。像我们这边的房子，它的这个。瓦檐都是延伸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的，是嵌在这根柱子上的，所以说2户人家共用一个柱子，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。